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 A 林。那作为博主呢，平常的时候呢，我接触的产品或者是说尝试的去购买的单品呢，是会比普通人要多的。那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爱买买买的性格呢，让我有了今天可以当博主的这个契机。今天呢，就想跟大家来分享5笔我觉得花的非常值得的钱，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去花冤枉钱，倒不如就是一看一个准，直接下手去选择你觉得可以用到一辈子，或者是时间拉得很长的一个产品。那也欢迎大家在这期视频的下方留言告诉我，你觉得哪一些是你花的最值得的钱，又或者是你的任何的一些想法呀，也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花的非常值得的钱，就是我们家投资的这一台Breville 的咖啡机。这台咖啡机呢，大概是在4-5年前左右的一个黑五时间呢，我用了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去购入。虽然说这台咖啡机也不是说特别的贵，但是确实让我们在这几年下来无形当中省了很多的钱。我跟我老公至少每天是会喝1杯咖啡，一人1杯，那就是2杯打底。再加上如果是都在家的话呢，可能下午还会再来1杯，那就是4杯。现在大概平均下来按每天3杯的价格来算，纽约这边附近的所有咖啡馆的，但凡是这种 espresso machine 做出来的，然后可能去点一个比较普通的拿铁，基本上售价都会加完税之后在$7左右。那这样子3杯一天下来就是21刀，21刀已经可以去选择一包非常高质量的咖啡豆。那这一包21刀的咖啡豆呢，基本上可以去让我们覆盖到整个2周的一个咖啡用量，然后再去摊上这台机器，可能600-700刀，然后打折下来甚至会更少。我觉得这是我们付出来的一笔非常值得的购买。虽然说每一杯咖啡在外面买单独拆开来的价格来算也就几块钱的事情，但是积少成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喝咖啡的习惯，然后你也是喜欢捣鼓这些东西的话呢，不妨可以去研究一台属于你自己适合你自己习惯的咖啡机去选择入手。我也是将它推荐给了我身边所有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们。那我们家最近也是打算升级一下这套机器，毕竟它也是服役了蛮多年啊，想说慢慢的从磨豆机开始入手，然后去升级这一整套。那如果大家有推荐的磨豆机型号或者品牌的话呢，就可以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接下来第二个我觉得花的非常值得的钱，就是这种可以传承级别的，这种以后如果我有儿媳或者是女儿，我绝对就可以直接传给她的真的钻石或者是珍珠类别的单品了，经久不衰才会有它的价值存在。那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过 Gingerberry 它这个品牌的珍珠，虽然说之前是跟他们合作然后推荐过的单品，但是呢我自己私底下，然后包括我拍视频的时候，很多时候身上讲解带的单品呢都是他们家，可见我对这个品牌的珍珠是有多么的喜爱。它整体质感都特别的好，全线的珍珠用到的都是这种纯天然的，不是人造的。5金呢基本上用到的都是纯金，整个的品质呢都是没得说，而且每次佩戴的时候呢都会被很多人问。那这次呢我正好又入手了一些款式，然后也可以呢跟我之前的一些单品呢去做出一个搭配，就比如说像穿这种简单的衬衫啊，或者是 T 恤的时候去佩戴这种很有质感的珍珠首饰呢，就会让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会提升不少。那今天想要分享的呢主要是2大类珍珠，一个呢是这种 Aurora 的淡水珍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真的非常喜欢，也是各种日本奢牌珍珠品牌都会用到的这种 Akoya 海水珍珠。首先现在聊一个稍微比较适合就一开始想要尝试珍珠的人去入门选择的这种珍珠品类， Aurora 极光淡水珍珠。之所以它叫极光淡水珍珠，是所有的淡水珍珠里面最圆最亮最纯净的一款。首先呢超级简单入门，大家都会想到的珍珠就是做成这种串珠的形式，就是我现在戴的这个，我是跟另外一条项链去叠戴。那像这一条珍珠串链呢，它整体用到的是6到9毫米的这种 Aurora 淡水珍珠，背后搭扣的设计的非常方便，属于是你自己佩戴的时候也都很快就能戴好。这条珍珠就属于是你如果单戴直接这样配这个衬衫，然后打开一个 V 领，又或者是叠戴，像我这样叠一个稍微有点往下坠调子的这种珍珠项链，它都会很好看。那如果你觉得这一条它整个的大小比较的均匀，然后又比较的圆润的话，看起来呢你怕不好驾驭，那你也可以直接去选择这一条的话呢，它就是用不同粗细大小的珍珠落落有致的直接放在了整条长链上。那像它这一整条呢长度呢就是
是还蛮长的，我一般情况下都会直接给它这样绕2圈，然后松一点放在脖子这一块。那像我耳朵上戴的呢，就是这种 Aurora 的单颗珍珠。那其实 Aurora 的淡水珍珠呢，是基本上现在市面上能看到的天然珍珠里面，我觉得算是性价比最高的。所以呢，我就这一次直接选的是比较大的尺寸，是这一个8到12毫米的偏大的款式了已经。那像这种差不多尺寸的呢，如果我是选择 Akoya 的话呢，整体的这个价位就会高很多。但是如果你的预算在那儿，但是你又想要它能够比较大一点，这样就会显得比较大气，就可以直接去入手这一个大小。除此之外呢，我还入手了一个稍微比较有设计感的这种小 C 形状的素圈，再去配上了一颗整体直径比较大的这种 Aurora 珍珠。那像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夏天你去搭配一些银饰，然后可能配一些小裙子什么的，把头发扎起来或放下来，它都会在耳朵旁边会有一个很灵动的感觉。那如果你想要更进阶一点呢，我会推荐的就是这个 Akoya 的珍珠。它真的非常的好看，而且像 Mikimoto 或者是 Tasaki 这2个日本做珍珠的牌子非常出名的，他们家用到的基本上都是这种 Akoya 的珍珠。这个 Akoya 的海水珠呢，它主要就是产自于日本那一块的海域，光泽感非常的强，而且镜面感十足，是能够直接照出人影的。那形状呢，基本上都是比较接近于完美的这种圆形。那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同样尺寸大小这种单颗珍珠啊 ，Akoya 是会比 Aurora 贵不少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来。如果你想要尝试 Akoya 这种单颗珍珠的话，我会比较推荐的就是这个7到8.5毫米直径大小的，我觉得它是属于大小适中，然后整个价位又不会说太夸张，能够把你的整个脸色衬得非常的好，然后你去搭配正式一点衣服或者是休闲一点衣服，它都能够很轻松的吃下。那除了这种单独带单颗珍珠的，我觉得 Akoya 还跟一个品类很大，就是钻石。那像我现在脖子上戴的这一条呢，它下面用到的是7到7.5毫米大小的一个 Akoya 珍珠，再去配上了18K 金的一整条链子，以及一个天然的钻石。这一条项链呢，它也是有一个玫瑰金选项的。我觉得如果要送给妈妈呢，可能就是玫瑰金那个颜色会更好看一点。然后像我自己平常戴的话呢，因为我平常戴婚戒比较多嘛，然后再加上可能现在夏天了，我也希望就是更多的去戴银饰，然后我就选择了这条白金的颜色。现在马上不是要到母亲节了，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单品就很适合买回来送给妈妈。最近在看 IU 的这个新剧《苦尽甘来遇到你》，女主呢就有说了一句话，她希望等她长大有能力了之后，可以买一条珍珠项链送给自己的妈妈，感动又很温暖的感觉。那我觉得也是没有任何的妈妈或者是女生嘛，会去拒绝一条品质很好的珍珠项链。而且呢 Gingerberry 家呢，我觉得非常适合当做送礼的一个选项，就是他们每一个的包装都非常的好。除了这样的盒子之外呢，他们的每一个珍珠都是有证书的，整体的性价比来讲是远高于比如说 Mikimoto 或者是 Tasaki 这样的品牌的。那不管是送人或者是自用，哪怕是买给自己的女生闺蜜朋友们，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很值得花的一笔钱。然后接下来第3个我觉得花的很值得的钱，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的一个投资。这一方面我主要讲的是健身。那其实故事很老套了，就是我可能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完全没有运动，然后小时候也是属于比较体弱多病的一个类型，然后体育测试永远都是不及格的一个人。但是呢，发展到就是体检出来，医生可能觉得我的整体的这个体质比较的弱，然后平常的话呢，除了就是吃好睡好之外呢，也可以通过运动去增强自己的整个体质，然后增强抵抗力、免疫力。因为很多疾病它不是说这个疾病本身的一个问题，而是说是因为你的整个免疫系统太弱了，所以才会挡不住这一些东西，然后导致你生病。而且我是从那种以前一跑步别人拉着我可能跑50米，我就会觉得我的天哪，我要去世，我就太痛苦了的人，到现在我可能会每天都很积极，我要去健身，然后我一定要去运动一下，释放一下我的多巴胺，我才会舒服的这么一个状态的转变。那一开始的入门方式肯定就不是直接上高强度的，比如说撸铁啊，或者是去长时间做有氧，把自己搞得累了半死，这么一个很绝的方式。我一开始就想找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运动，所以呢，我就从
可以躺着的这个运动普拉提开始入手。虽然说它是可以躺着吧，但是它是整个的训练你的肌肉的力量，然后包括你的整个核心啊，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慢慢的，你可能 build up 之后呢，你就自己再去加入一些更高强度的训练。那人的衰老呢，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肌肉含量的流失开始。那如何让自己永葆青春呢？很简单的办法就是维持你的肌肉量加适当的有氧训练。运动呢，也让我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好处，我觉得我的整个体态呢比之前好很多，而且我之前有非常严重的高低肩的一个问题，也都慢慢的有改善。当然在这里呢，不是直接呼吁大家看完我这个视频直接跑去报10节的普拉提课，结果完全你都坚持不下来，反倒是去浪费了这些钱。我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呢，也是很谨慎的，可能一节一节的报，这样子的一个操作，就是哪怕你真的不喜欢这个运动，然后不去了，你也不会损失太多的钱。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节奏，你喜欢的运动，然后你去 enjoy 它，不要觉得运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是为了减到体重秤上的数字，不是这样的，它只是为了让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能够运作的更久，整个的生活质量呢也会变得很高。所以呢，在这里健身基本上我花的钱就是在上私教课和买好看的健身服。那女生嘛，就是每次就是如果看到好看的，或者是自己穿到好看的，然后显得身材很好的衣服，就会更有动力去健身。我觉得所回报出来的会比你花在可能更多更贵的化妆品上面的钱要值得的很多。接下来聊第4个部分，就是我可能不会再去花的这种冤枉钱，就是不买这种不上不下价位的一个包，要么我去买那种很经典的款式，不管是它在正儿八经的这个市场上，又或者是在二手市场上，它一直都是很火，然后完全不退流行的这种，我管它叫很经典。要么呢，就是我去买我真正觉得能用的，然后我不心疼这笔钱，哪怕就是我直接花在这个包上，我再也不把它卖掉，我也不会觉得浪费的这种钱。它可能现在是很火，是季节款，你买的时候是原价，甚至是买不到，然后可能过了这一阵，你甚至想要2折去卖掉它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卖得掉。那比如说像 miu miu 很火，这2年这种很 miu 系的包，我一直没有入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整体的价格虚高，再加上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尝试这个类型、这个风格的单品，很多牌子都有在出。如果我花个2、3千、3、4千去买一个这样子的包，然后可能过了这几年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退流行，然后你想要卖掉它的时候呢，也是很难以一个你比较满意的价格去卖掉它，那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很难受。那本着这个思路呢，我最近呢是在 Essence 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很适合安利给所有人的一个包，就是这一款 APC 的大包，而且有很多不同的颜色选择，再加上呢，我觉得它是符合了我对这种大包的所有的一个构想。首先一个，它自重非常的轻，它比起那种经常见到的这个包型的包，它用到的是这种偏皮一点的，有点哑光皮质感的一个感觉。面料非常的柔软，而且它这个腋下虽然说看起来不大，但是你在穿那种羽绒外套的时候，还是能够很轻松的把它背进去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整体做的是这种偏皮质感的，然后整个2个肩带是有摩擦力，跟你肩膀上衣服这块也是能够产生摩擦力，所以呢，它就不会背着就往下掉。容量呢就不用我多说了，它真的是能装下你的全世界。奶咖黄的一个颜色，非常适合今年春夏，然后去跟这种蓝色的衬衫配在一起呢，它也很好看。那像这个包的话呢，它整个的价位，然后对比上它的质量，是属于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单品。而且我上周呢就背它出了趟远门，我发现就是它非常的方便，它怎么扔怎么造，然后甚至是它直接淋雨了都没事，所以呢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顺带呢就来跟你们聊一聊我在 Essence 一起下单的这一双鞋。这双的话我去年是入手了一个同款不同色的，是那种粉色的，配的非常的可爱，穿着舒适感啊，然后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它底下是有一个5公分的一个厚底的，而且它这个厚底做的很绝，在这个鞋型上面，因为它做的都是这种跟整个鞋子的颜色融合的特别好，有些是有渐变的，最下边这一层呢会比较深一点，慢慢的过渡到上面，所以呢从远处的视觉来看呢，你不觉得它有这么高的一个增高，穿上去呢修饰小腿的这个能力是一绝，而且它很百搭。那这个颜色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尖叫，它用的这种摩卡棕去配上了日光黄。之前呢我就有一双也是这种棕咖米色系的一个3把，但是那一双呢已经就是买不着了，所以我这次看到 Essence 有这双的时候，我想说
入手回来给大家做搭配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直接就是买得到同款，好多都是我买完之后发完之后就断货了，所以如果有喜欢的话，就是要马上去入手。接下来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花的比较值得的一笔钱，就是我对我牙齿的一个护理照顾，以及我整牙的一个花费，是我觉得花的比较值得的一笔钱。那像我呢，其实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毅然决然的冲到了牙科，然后呢就跟医生说我要整牙。在整牙之前呢，一个是我不敢大笑，还有一个是我发现我严重的就是两边是不对称的，再加上因为牙齿不整齐，所以那个沟沟缝缝里面经常卡着食物残渣，然后就会导致有比较严重的牙结石啊，或者是口臭这种问题。那个时候我就直接拔掉了4颗牙，而且这4颗牙还不是智齿哦，直接戴上了隐适美。戴完了之后呢，牙齿是比之前整齐了不少，而且呢我也敢就是很正常的笑，然后也不用再捂着嘴巴，包括就是我刷牙的时候呢是要比以前轻松不少。但是呢不可避免的就还是因为现在的东西都是做的很精细，然后很多东西会卡在你那个牙缝里面，哪怕你是本来牙齿可能条件就很好的人，但是吃饭呢还是会有这一系列的就是食物残渣卡在牙齿里面的问题。比如说固定刷牙之外呢，我一直会有用的就是这种水牙线去冲牙。那因为水牙线它就会通过压力去用这个水柱达到你平常就可能牙刷它够不到的那个缝缝里面，把脏东西全都冲出来。我们家用的水牙线呢应该不下7、8个了吧，就是从 Costco 最经常见的到 Amazon 销量第1的我们都用过，换了很多个了，但是呢都没有找到说特别满意，只是就用着吧。直到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过同品牌的这个美白牙刷，然后他们家呢也是有做这个水牙线的，想说试一下吧，反正价格也不贵。结果用下来发现它真的是整个性价比最高，而且绝对是甩了我之前用过的水牙线好几条街的。那这个冲牙器我总共是录了2个，一个是这个便携款的，还有一个是家庭款的。我先来讲讲这个家庭款吧。我推荐它的有几个点，首先一个就是它颜值很高，它摆在我的洗漱台上不会让我之前看到那些个水牙线一样很想把它收起来藏起来。我整个设计语言非常简单大气，它是这种不带线的，你不需要插着一根线连在那里的，它是充电的，充一次电可以用2个月，就是它有5个不同的档位力度可以选择。那如果你是一开始用这个水牙线的呢，你就可以去选择稍微那个轻一点的档位。随机附带的呢有4个不一样的刷头，即便是你是现在是带钢牙的那种，就是那种缝缝都真的很难去清洗，它也有一个专门对应的刷头。而且我最喜欢的是它这个冲牙线的这个头啊，它是这个360度可旋转的，就不管你是习惯用右手或习惯用左手，或者是你想要找一个什么角度去冲这个牙，它这个刷头就可以随意的变换，非常的方便。它整个的出水也很均匀，它的水箱呢够大够方便，有180毫升的一个容量，基本上是够我冲完一整遍的牙齿。那因为真的很喜欢这个家庭版呢，我上周不是出门了嘛，在出门之前呢入手一下他们这个便携版的。版用完之后，我跟我老公也是惊呼，真的怎么可以这么好用？它真的很小一个，收纳起来非常的方便，也是有3档力度可以选择的，再加上它是全身防水的一个机身，所以你是直接在冲澡的时候也可以用。整体的重量非常的轻，完全不占你的体积，你哪怕是把它放在你随身的包里，比如说你去上班去公司吃完午餐也可以直接用它冲牙。这笔钱呢它虽然说很小，但绝对是我们俩最近花的最开心的一笔钱了，就属于是那种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个感觉，而且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拍着良心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冲牙器了。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为大家总结的，我觉得无比我花的非常值得的钱，然后包括我最近就是对这个花钱的一个观念的转变吧。你觉得你花的最值得的钱是什么呢？那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那希望呢你还喜欢今天的视频，让我是 A 莉，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